今天我们来介绍 Pandas， 它是 Python 用来处理资料的一个套件，它非常的流行，甚至可以说是最受欢迎、最流行的，以及最有代表性的资料处理套件。我们今天主要的内容会在一个 notebook 上面，但是影片的介绍会以投影片的方式来进行。我们要使用的资料是 Airbnb 的资料，这是 Pandas 网页上面对于 Pandas 的介绍。它的名称 Pandas 就来自于 Python 以及 Data Analysis 这一些单字的缩写。这张图片是来自于 Jupyter Lab 的官方网站的介绍，你可以看在他们官方网站里头介绍 Lab 的目截图里头其实就有了 Pandas， 这说明了 Pandas 相当的流行也代表性。另外我选择这张图的一个原因就是你可以很快的看到 Pandas 里头最主要的物件就是这个很像是 Excel 的这个东西叫 Data， 它的每一个 column 我们把它称为是一个 series。 Pandas 里头最主要的两个物件就是 series， 也就是一列上面一行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数字或者是很多的资料。那如果很多很多的 column 结合在一起有它共同的 index， 那我们就把它称为是一个 data frame。 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很像是 NumPy array， 只是它的 X 轴跟就是 column 跟 row 都有名称。另外一个不同点就是它的每个 column 可以有各自独立的 data type。 在 NumPy 的 ND array 整体来说它会需要一个 D type， 但是在 Pandas 里头每一个 column 可以各自的有他们自己的 data type。 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是 Pandas 的 data frame 主要是二维的，跟 ND array 可以任意高的维度是不一样。还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不同就是在 Pandas 里头它的物件如果是一个 Python 的 object，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但是在 ND array 我们通常会希望它里头的 D type 会是更有效率的，像是 int32、float 这些资料形态。如果你是要入门 Pandas， 我觉得最好的教材就是官方网页上面提供的 User Guide。User Guide 有很多内容，但是它的第一个项目是 10 minutes to Pandas， 10分钟了解并且学习 Pandas。这边虽然写10分钟，但是你完整的跑过一遍应该是远远不止10分钟。因为过去我曾经还蛮喜欢用这个网页来介绍 Pandas， 往往从头到尾一一解释下来要花不少时间。这个10 minutes to Pandas 其实大致上涵盖了后面主要的内容，所以它的已经非常丰富了。但是在后面更多的这些不同的章节里头会更细节的讲到很多更多重要的概念。所以如果要从头到尾有系统的学习，我觉得可以根据这个 User Guide 来好好的练习一番。但问题是如果你只是跟着这个 User Guide 是有点无聊的，因为它等于是把很多不同的概念一一的列举并且说明。在你还不晓得 Pandas 有什么优势的情况之下，你还不晓得你想要拿 Pandas 来做什么东西的情况之下，从头到尾的一个个读下去，感觉有点像在读字典，读起来就至少会有点像是读教科书。所以我会希望在读这个之前你已经对 Pandas 有一些概念，已经知道想要从它里面获取一些什么东西，这样你在读这个内容的时候就比较不像是在读字典，而是在看一个行路，你好像在 shopping 一样，从里头找到对你来说有用的工具。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用 notebook 的方式来实际上来解决一些问题，把我们的焦点集中在问题上面。那这样不但更有趣一点，而且不论你已经对 Pandas 很了解了，或者是完全的初学者，都可以从里面获得一些东西。在过往好几年的课程里头，我们累积了好几个不同的这样的案例。我们今年会采用的是 Airbnb 的 dataset， 里头包含了一些租屋的提供民宿的一些网站上的一些资讯，包含价格、评价、地点类的资讯。还有好几张表格，我们会使用 Airbnb 的资料来当做这支影片以及今年的主要例子。在去年我们有使用 KKBOX 的 dataset， 它的资料也非常有趣，这里头的内容已经做过去识别化了，它的资料也都放在 Kaggle 上面，注册之后就可以取得。我们这边的例子也示范了很多资料清理、探索以及预测使用者行为的方法。过去在入门的教学里头，我们采用的例子其实是教育部关于大学以及研究所新生数量的一个表格。这里头用到的是政府的开放资料集。采用这个 data 的原因是因为它跟同学们比较有切身关系。我们在这个 notebook 中探索了包含
历年学生人数的差异性，哪个科系的男女比例最高或最低，哪个学校有最多的人，有最多的新生，包含这一类的问题，你都可以从这个 notebook 中看到一些操作的方式。还有一个是用 ETC 的资料，这是大概2016、17、15前后的一个开始的一个 workshop， 往后也用了好几次这里头的资料。在这边我们借由不同的 ETC 的资料来探索行车的一些资讯，包含看到有多少车，我们利用 ETC 就可以发现它有可能是超速，哪个时间点的流量是最高的，车流量是最高的，在哪个地方比较容易塞车。在最后甚至有一个简单的动画，我们视觉化了一天之中台湾车流的状况，在台湾的岛的地图上面显示了车辆在上面移动的一个轨迹以及它的一些流量资讯。所以有非常非常多都可以利用 Pandas 以及 Python 的程式来做分析。不过我们今天聚焦于 Airbnb 的资料集。Airbnb 的资料集采用的是这个 Inside Airbnb， 它是一个网站。当你拿到这个投影片的时候，你点这边就可以到那个網站，里头的都是 Creative 4.0 的，里头包含了许多不同国家的资料，包含了澳洲、加拿大、法国，其中也有台湾。不过在一开始的介绍段落中并没有把台湾列进去，可是我们今天会采用的就是其中台湾里面台北的资料。这里是台湾的我们目前能够取得的台湾的资料集，它的时间是在2024年6月30号。从网页上的叙述来看，它主要是利用爬虫的方式从 Airbnb 上面抓取的，里头有很多不同的档案，每一个都是一个 CSV， 除了最后一个是 GeoJSON 之外，前面的都是 CSV。 有一些比较大的档案有经过 gzip 的压缩，我们主要用到是前面3个。这3个档案分别代表了刊登的物件的资讯、房间的资讯，以及在每一天里头这个房间是否有空位或者它的价钱这一类的资讯。Reviews 这边主要是使用者的评价，对房屋的评价。那我不太确定屋主是不是也可以对使用者评价，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比较没有用到这一个部分，只是简单的看它一下。也都有一些有趣的，像是这个 GeoJSON 的部分，它列出了一些多边形，一些行政区的多边形，我们今天也不会用到它。好，这是我们的 notebook， 你从前面的那几个 notebook 的列表中也可以点进去，或者直接到我们课程的 GitHub repo 或者是课程的网页都可以有连接连到 notebook。 一开始我这边是列了一些相关的资讯。首先我们必须要能下载这些资料集，我们这边简单的采取了 request， 它是 URL-lib 的 request， 不是 request 的那个第三方套件。然后简单的利用了 pathlib 去新增一个资料的目录，然后利用 Python 本身内建 library 的 gzip 解压缩功能，把下载的档案解成 CSV 到目录。这个大概我这边花了10秒钟左右。来下载这些档案，因为我是 Windows， 所以最后列出来的档案会有 Windows Path。你可以看到原本它是的压缩档，但下载之后我们已经把它存成了C档案。首先我们要把这个 CSV 档读进来，在 Python 的内建 library 里头也有一个读取 CSV 功能的一个模组，但是利用 Pandas 来读取是更方便的，而且它有提供很多不同的选项，可以帮你克服一些读取上的问题。因为 CSV 其实是一个规则很混乱的一个格式，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些不同的调法，以及一些比如说跳过几行这一类额外的一些能力，才能比较方便的读取 CSV 成为比较结构化的资料。接下来我们分别叙述一下这3行程式码所做的事情。第一个是我们把 Pandas import 进来，那依照惯例很常见的情况之下，我们会把 Pandas 缩写为 PD， 有点像是 NumPy 缩写成 NP。 那 PD 目前大部分都是被 Pandas 占走了，我们把它读进来。这边有一个叫 read CSV 的一个函数，它接的就是档名。那这几个 CSV 档还不错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加额外的参数。在过去的一些 notebook 里头，你可以看到我们会加了一些额外的一些选项在里头，让它能够正常读取，包含一些文字转码、设定它的 header、设定一些形态，各有不同的地方。不过以这边来说，我们很单纯的只要用 read CSV 就可以了。我们读进来的东西是一个 data frame，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然后呢，我们把它取名叫做 listings， 跟原来的档名是一样的。我自己会习惯把 data frame 加一个 suffix， 加一个后缀底线 df，
或者是加一个 prefix df， 代表它是一个 data frame， 跟其他的形态做一个区别。不过今天的这个 notebook 里头，我们没有用到这个惯例，我们直接就把它叫做 listings。之所以会加上底线 df 或者 df 底线，原因是 data frame 很常用来跟其他的资料形态做互换，特别是 data frame 跟资料库有点不太一样，或者是跟 Python 的一个或是 list 也好 dictionary 也好有点不一样，它比较不适合你一一的把一个一个 row 把它加进去里头。虽然是可以办到，但是它比较不适合这样做，所以更常见的是我们用 list 收集一些资料，或者你收集一些资料之后再把它转成。在 Jupyter Notebook 里头，我们这边使用的是一个 Jupyter Notebook， 但是在 Visual Studio Code 里头跑。你如果把 listings 加在一个 cells 的最后面，它可以被自动的把它显示出来。但是呢，因为这个 listings 还蛮大的，还有它的 column 以及 row 的数量都非常多，所以不可能一次显示完。所以我们利用点 head 10显示前面的10个 row， 这是显示出来的结果，看起来就有点像是 Excel。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地方是很小的地方，这是点点点，因为这边的 column 数量其实太多了，它无法一一列举完。它的 row 因为只有10个，它全部都列了。但是如果你刚才没有用点 head 的时候，它全部列的时候，它这边也会有点点点。它只会显示头尾的一小部分。一个还蛮方便的观看 data frame 的内容的方式是使用工具，在 Jupyter Notebook 以及 Visual Studio Code 以及其他 IDE 都有很多工具来看 data frame， 毕竟这是 Python 上面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套件，所以 data frame 怎么去观看 data frame 的内容是一个大家共同的一个需求。所以在 Visual Studio Code 里头，我这边有安装了一个 bin 叫做 Data Runner。 当我安装了这个之后，当它发现了这边最后一个是一个 listing 的时候，它在下面会出现一个按钮让你来按它，你按下去之后，它会用更互动的形式让你来检查这一个 data frame。 这是 Data Runner 的 plugin 的页面，它是 Microsoft 出的。我原则上还蛮相信 Microsoft 出的，毕竟 Visual Studio Code 本身就是 Microsoft 本身的产品，所以用它同一家公司出的 plugin 感觉也比较像是原厂的一些套件的感觉。这是它套件里头附了简单的示范动画，来示范怎么样去互动的利用 Data Runner 来探索资料。它中间可以选择你想要看的不同的栏位，依照不同栏位去排序，以及看到里头每个栏位里头不同的资讯，然后以及去做各式各样的过滤。另外一个启动 Data Runner 的方式是在 Visual Studio Code 的最上面，你可以看到 Field Data， 按下去之后你可以看到目前已经在变数里头存在的一些 Data Frame， 从里头选择你要的去看它的内容。另外一个也可以从 Variables 里头去看，也就是目前我们现在有的一些变数，你都可以从里头去选择它去看，这两个你都可以看得到。如果不是使用 Visual Studio Code 而是使用 Jupyter Notebook 或 Jupyter Lab 的话，它也有它的一些 plugin， 那也有一些是针对 Jupyter Notebook 以及 Notebook 的环境 IPython Notebook 的环境来帮你方便检视 data frame 的一些工具。以这个叫做 iTables 的 module 来说，你只要 import 它，就可以让你在 display 你的 data frame 的时候增加了一些功能，让你可以过滤，然后选择哪一些 rows 要看，排序，选择哪一些 columns 要看，做很多很多互动的去操作来浏览它。它也是可以程式化去控制它的选项以及你要的一些功能，算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工具。它不是唯一的，这种工具还有很多，有一些留着比较久，有一些出现一下就没有维护了，但是有非常非常多工具可以用。我自己因为用了 Visual Studio Code， 所以就没有用到这些工具了，但是它们还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另外一个工具是 IPY Data Grid， 你也看到它也擅长用更彩色、更视觉化的方式来显示，也是一个看起来挺不错的工具。另外一个你可以看的地方，就是在正常的显示它的 Data Frame 的地方，它的左下角可以看到它有多少个 row 以及多少个 column。 因为刚才我们是用了 head 10，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10个 row， 但是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有75个 column， 这 column 数量它特别多。如果还记得我们之前讲到的 NumPy 最重要看的东西就是它的形状，这个就是它的形状，你可以用点 shape 去看它，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另外一个就是 dtypes， 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跟 NumPy 的 ND Array 一样，你可以在后面点 shape 之后呢，看到它的完整的形状。以 listing 来说，
这边代表它有5610个 row， 然后75个 column。我这边先 import reach， 从 reach 里头 import print， 因为这是我习惯使用的工具，来用比较有不同的色彩来显示物件。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listings 的 dtype， 对于这个 dtype 来说，Reach 的 print 帮助不大，它只有在这个数字上面出现了75，帮助不大。可是你可以看到，因为它有75个 column， 所以这边一样有点点点显示不完，我们没办法好好的去看每一个不同的 column 有什么样的形态。但是你可以注意到的几件事情是，它的形态这边有64位的整数 int 64， 还有一些 object。这边要注意的是 object 其实代表这边是一个字串，在 Pandas 里头它的惯例是读进来的东西如果是字串，它会使用 object 当做它的 dtype。那其他还有一些 int 64 float， 像物件可以代表很多不同的形态，都可以变成 object， 只要是 Python 的物件都可以放到这里头。但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字串，因为你读进来的时候，如果是字串，它会变成很多格式，像是 CSV。你也不太容易读进来一个 list 或所以有一点点是 object 就是 string。 不过呢，当然从字面上以及它真正意义来看，物件就是物件了，只不过在很多情况之下，差不多物件就是字串了。 Pandas 自己也有它的字串形态 string， 你可以把它转成字串的形态，只不过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我们不会特地的去把它转成字串形态。我们稍后会介绍一些其他的 framework， 特别是在今天这支影片的最后面。这个是 Pandas 跟其他的一些更有效率的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这要稍微注意它一下。不过我们这边碰到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好好的列出来，那这要怎么解决呢？其中一个方式是 Pandas 有一个设定，因为刚才出现点点点这个，它是体贴你，怕你一下印出太多东西让网页爆掉或者印太久，所以在预设的情况之下，如果东西太多了，它会省略中间的。但是你可以调整它，你可以把 max columns 调大，以及 max rows 调大，这样调完之后，它就可以多秀几个 row 和多秀几个 column。比方说我们刚才 column 有75个，调完之后就可以完整的秀出来了。另外一个方式是把它转成 dictionary， 因为 dictionary 没有这个机制，那再配合我们前面的 print， 从 reach 来的，可以蛮漂亮的把东西印出来。这边列出的是它的形态，我们也顺便看一看它的 column 有哪些，因为到底它有哪一些栏位，这也是很重要的资讯。第一个是 ID， 那它是 int 64，这件事情不意外。然后是 listing URL， 这个是一个字串，因为它是去爬虫的，所以我们刚才也知道它是去告诉我们说它从哪边抓的，这在我们分析里头应该不是太重要的东西。然后它去做网络爬虫的时候，它可能是它跟它的任务有关，这我们可能之后也可以把它丢掉，我们不太需要它。那如果我们相信它的资料的正确性，而不要做出错的话， last script 的时间点我们也可以把它，对我们来说可能也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 source， 它的来源是哪边，这个我有点不太确定它是什么，可能可以看一看它的内容，也许会知道它是什么。 name 代表的是这一个刊登出来的房间它的名称，因为我们都会列一个 title， 它的名称是什么，然后给一些描述，它附近的区域是好还是坏，然后它的照片。那这个照片我们目前没有要去抓那个照片嘛，这 URL 对我们来用处也不大。所以你可以看到已经有一些我们大概从名称已经有一些事先的一些猜测。再来列的就是跟屋主或者是刊登的人有关的，这 host 就是它的屋主，包含它有一个 ID 在这边，它的网页，它的名字，然后它的一些额外的一些资讯。这边我们可能也会留下其中一些，有一些比较细节的可能在更之后再去看它，一开始可能会不太需要这些东西，包含像它的照片，如果我们没有想着去把它爬下来的话，这个可能就不需要了。这边是包含一些经纬度的资讯，附近的区域的一些资讯，比较像是文字的。这是什么样的，像是一个屋子呢，还是一个房间，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的房间的形态，有没有厕所，床，一些设备，还有一个我们可能会用到，我们有兴趣的是它的价钱，我们很想对价钱来做分析，可能也想对它的地理位置来做一些分析，因为它跟我们的视觉化是有一些关系的。在后面因为还有75个，真的非常多，可以看到这边就是说它可以住几晚的一些资讯，以及它的是不是还有空位，
因为这边它的列的时间比较像是未来一点的时间段，看它有没有预约，还剩几天这样子。那我们等一下会用 Calendar， 我们会直接用它的资讯，当然也可以比对一下 Calendar 跟这边的资讯来交互比对，确定都没有出错。可是我们等一下主要会用 Calendar 的资讯，而没有使用这边。好，那这边是跟一些 review 有关的，也就是评价有关的。我们等一下也想看一下评价是不是都是5颗星的，还是说大家给的评价都还挺低的，什么样的房间评价比较高，甚至我们可能还可以问说价钱跟评价高低有没有一个固定的关系，会不会价钱高的更两极，它的评价更两极一点点呢？不过我这边只是问一下，我们在之后并没有去探索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探讨一些其他问题，然后你用 Pandas 完全可以回答刚才的这一些疑惑。刚才是一些把 list and dtypes 列出来的一些方式，我们同样的也是可以利用工具，而不要用像刚才转成，或者是说让它列令很长这样子。比方说我们还是可以直接用 data wrangle 来检视它。我们先把刚才的 dtypes 取一个变数名称，当它取了变数名称之后，我们就可以从 data wrangle 把它打开。那我会把它放在另外一个隔壁的分页里头，可以随时去比照对比以及查询，这样子会相当方便。因为这些的名称和资讯是我们蛮常用到的，需要参考的地方。我们在 Notebook， 在我们的 Notebook 其实已经有一点点简化了，因为在探索的过程不太可能把每一个步骤完全的都留下来，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虽然看起来只有1格或2格，中间可能包含了多种探索，所以在探索过程我常常会有把像是这样的表格放在我的右手边当做参考。这边示范了一下 Polars 的一个例子，在我们最后会再多说一点，它是一个类似 Pandas 的框架，但是比较快，然后也被视为是一个更现代、更快速、更有效的一个 data frame 的工具。它跟 Pandas 不是完全直接可以相容继承，但是在很多概念上是类似的。其中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字串就真的是用字串这个形态。Polars 是从 Rust 来，它的所有东西就一定要有一个形态在里头，它不太可能有 Python 物件，因为那就会是一个挺复杂的东西。Rust 头要处理 Python 物件并不是那么原生，虽然 Rust 跟 Python 还不错，但是它的思考逻辑比较像是有形态的 Rust 的思考逻辑，所以这边它直接就会给出 string， 这是一个更合理的一个选择。另外就是它的 dtypes 不像刚才有点像是还是一个 series 这种样子，或者是一个 data frame， 或者是我们可以转成的样子，而是单纯的以形态当做一个 list。我们这边当然也只列出前面10个。当你在对 data frame 更熟悉操作的时候，这些一定是会遇到的，以及你会特别小心注意的地方。再回顾看一下我们刚才的 listings， 它的大小其实是5610，而且有75操作是非常多的。好，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看一下 Calendar 跟 Reviews 它们最基础的样子。所以我们也想知道的就是它的型 dtypes 跟它的，那这边就是简单的程式嘛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 Calendar 它的 shape 是它的 rows 超级多的，有200万笔，毕竟是一个日历嘛，然后它有1年多一点的时间，每天都有一个 sample， 就对每一个 listing 来说，每天都有一个资讯在里头，都有一个 row 在里头，但是它的 column 只有7个，我们可以一次把它的 column 全部都看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地方是 listing ID， 这边看起来似乎就暗示着这个东西应该跟前面的 listing 的 ID 有关。所以我们刚才也说它的意思可能比较像是我每一个列出的房间，我们想知道它每一天是不是还有空位，它是不是还可以让你去预约这件事情。所以光从这3个来看，这3个应该是比较重要的资讯，也就是我同一个 listing， 同一个房间，它在6月1号、6月2号、6月3号就有不同的 row， 然后它就会列出它是不是还是 available 的。然后如果还是 available， 或者不管它是不是 available， 它的价格是多少，它调整的价格，还有它的必须住的几个晚上的一个资讯会在这边列出来。我们现在可能比较专注的就 listing ID date available， 不过这边有一点好奇的就是是不是我们的猜测是正确的，所以我们也是同样的在过程中我们在收集以及列表不断的产生一些问题出来。所以这个 list ID 看起来是，但是它是不是真的对应到前面 listing 里头的 ID？ 那我们要怎么检查这件事情呢？这就是其中一些的问题。这边只是要看一下，就是这边真的有一个 ID， 所以刚才的 listing ID 我们想问的是不是就是这个 ID？ 所以我们可能有些检查方式，比方说假设好了，前面的 listing ID 有一些数值，但是不在这个 ID 里头，就不在整张。我记得刚才可能有几千个吧，但是呢 Calendar 有200多万个。
那200多万个里头的 listing ID 可能很重复很多了，但是会不会那一些全部都是在 listings 这个表格里的 ID 中的某一个 row 呢？还是不是呢？这就是我们想问的其中一个可能可以帮助我们理清的一个可能性。Reviews 也是差不多，它有17万个 row， 然后里面一样有 listing ID， 然后它的 ID 是什么？这个 ID 我们也想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ID， 是这一个 review 的 ID 呢？还是说呢，这是其他的意义？我们想知道这件事情。那这边另外一个 reviewer ID， 所以可以想象的是，应该还有另外一个表，它是 reviewer 是谁？所以你甚至还可以问，就是这个 ID 是不是跟刚才的 host 的 ID 是相容的？也就是这个 reviewer 它的 ID 可能是一个数字嘛？我们之前看到它是个 info， 它是一个数字。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知道说，屋主之间有没有可能互相评论呢？我们虽然后面没有问这个问题啦，但是你可以了解说，在过程之中，我们会不断的产生问题，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个资料集的一个方式。那在了解的过程之中，你也会更熟悉 Pandas 以及资料处理的一些操作。好，前面我们已经简单的看过了它的还有 dtypes， 这是我所说的第一步，就像你在 NumPy 里头，你先看它的 shape、dtype 和它的一些 content， 它的内容大概是什么。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拿这些 data frame 要来做哪一些事情呢？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我们要问问题。我们拿到 data frame 之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问问题。所有的工作关于 data frame 的所有事情都是围绕着问题，它的操作的那些函数、那些工具都是为了要回答问题而用的，要回答你的问题。所以如果你对这些 data frame 没有问题的话， Pandas 对你来说是没有用的。但是好处是你一定会有问题，你一定能够产生问题。那我们这边列了一些比较基础常见的一些问题，那可以发生的问题不局限在这边，但是有一些问题是几乎是通行的问题，然后有时候你会忘掉它。那我们这边简单做个列表，像是一个备忘录一样，念自己这些是一些可以问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常常会一个接着一个，让你产生越来越多的问题。那当你的问题越多越完整的时候，你对这个 dataset 就会越熟悉，而且越能够控制我们在后面的一些例子有稍微的说明这一点。好，第一类的我把它称为是我们不希望有意外，我们不希望有惊喜，所以我们要确定一下在这个 data 没有任何的意外惊喜。这个有一个名称其实叫 data cleaning， 不完全一模一样那我自己比较喜欢就是不要让我有太多的意外的惊喜。好，什么是意外的惊喜，或者是不要产生太多的出人意表的东西呢？第一个东西就是在不应该有 missing data， 或者不应该有像是超出范围正负无限大的东西一定要去掉。所以最明显的就是你可能不希望有无限大、负无限大，或者是有一些缺失的资料。你要是有无限大，你甚至可能连算个平均都算不出来。再来就是当我们知道这些 column 的意义之后，会不会有一些数值不合理？当然更基本的会不会就是它的资料形态不合理，这都是有可能的。它应该是数字就变字串，应该是字串就变成了数字，是非常常发生的。那不合理的数字有的时候你从一个 column 就可以看出来，有些要从好几个 column 看，但是这个是一直我们会持续不断的去问的问题。另外的就是有一些文字它可能编码不对，有一些资料形态错误，刚才有讲到太大太小，甚至应该是整数就出现小数，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是不应该有重复出现的 row， 但是它重复出现了，这也是很常发生的。因为在资料登录的时候，比如说他刚才是爬虫去抓嘛，可能稍稍没有设计好，今天抓的跟昨天抓的有些重复到了，那这些重复就变成2个 row。 那当你在做统计的时候，这一些多出来的 row 本来应该只算一次，变成算了2次，就会影响到你的结果。好，那这个通常我们把它称为是资料清理 data cleaning 这一类的东西，但是不仅仅局限在这边，因为你在后面的情况之下，有的时候你甚至不会去清它，但是因为你知道了这个资料这些特性，你可以避开一些问题。另外一个你可以取得的资讯就是基本的统计资讯，最常见包含平均值、标准差、中位数，或者是好几个分位数、4分位数这一些不同的百分位数。另外你想知道的是它是不是有限多个不同的值，因为同样都是 int， 同样都是 integer， 同样都是字串，也许这个字串只代表了几个类别，包含也许是性别，也许是不同的学历，它也是用字串去放的。那它有可能是数字就是1、2、3、4代表不同的类别，有可能在做这件事情。另外一个我们可能想知道的就是好，假设它就是10个数值我们知道，但是会不会这10个数值的分布有点
不均匀呢？还是它们其实是均匀的？这些是基本的一些统计上我们想知道的一些问题。再来就是我们想知道一些 column 跟 column 之间的关系，像我们刚才 listing ID 跟 listings 里头的 ID， 它们是不是代表同样的东西？因为你可以看到它们其实都是数字，但是数字有些数字跟另外数字是完全没有不一样的，可能代表的是数量，有一些可能代表的是月份、时间，有些代表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意义。但是 listing ID 跟 listings 里头的 ID， 第一个它们至少都是 ID。但是他们 ID 相同的指向的东西是不是同一个东西呢？那其他还有一些例子，比方说有的时候就是像是一些物件的名称啊或什么的名称这些东西，你可能会同时出现在好几个不同的 CSV 档、不同的资料库里头的一些 table 里头，他们可能没有设定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存的是同样一个资料。比方说你的身份证字号可能出现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它可能是一个字串。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对不同的表格或不同的 column 去看他们的关系？所以了解它的关系，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关系，也许像是一个 column 加上另外一个 column 会等于另外一个 column， 这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状况。所以我们会想知道这一些 column 之间的关系。那再更进一步的可能就是像是机器学习一样，了解不同 column 之间的关系，可能会需要用到机器学习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那你可以看到一般的 supervised learning 就是用其中的一部分 column 来预测另外一部分的 column， 那一些 unsupervised learning 就是自动化的来探索不同的 row 啊或他们或者不同的 column 之间的一些关系。所以以上就是一些基础性的问题你还有更多在你探索的过程之中，一个问题会接着一个问题你利用这个想知道答案的这件事情帮助你去学习探索这些 data frame， 这是一个我觉得最有效的一个方式。未来你可能会从事这个工作，然后你如果用这种心态去做的时候，用你的好奇心以及某一种想要知道答案的这种，也许是不服输，也许是其他的一些心态，可以帮助你在比较不痛苦的情况之下更专注的完成一些工作。好，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个 data frame 的内容，我们现在专注在我们的 listing 上面。我们首先要去掉一些不重要的 column， 因为像是 URL 给我们看，我们也看不懂它的那么长。然后 ID 很重要，但是我们可能一开始不想看到它，所以其中的一小部分过程，特别像这么多 column 的情况之下，它的过程你的其中一个步骤就是我要先把 column 做一个简单的分类，哪一些是我先想要最先看到，哪些是我后面才看的。我这边这是一个来回很多次的过程，然后这边挑了一些把它删掉所以它已经稍微好一点点了，但是你可以看到还是有很多我们不要的东西。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哪一些可能是我们不太想要的，比方说 ID， 因为它的 ID 我们看不懂，你记也记不住，那不如先放在后面，反正它都有一个 ID， 我们不能丢掉，因为 ID 其实是还蛮重要的，我们不丢掉。那 host 的 ID 也是一样，我们不能丢掉，但是我们看不懂嘛，所以在显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希望把它移到后面去。这边也是我们不要的东西。Name 跟 description， 因为我们已经丢掉 ID， Name 我们就不能丢掉了。那 description 可能有点长，我们可以考虑不要第一次就显示它。另外一类我们也许想要先不看的东西是像是这个 neighborhood overview， 这边的问题主要是它有很多的都是没有数值的。当一个东西的资讯量过低，它也许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说它也许有资讯的东西，但是它如果资讯密度很低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先不要看它，我们至少不是用肉眼在这边看的，而是我们之后在看的时候我们直接把它分类。比方说 neighborhood 有 overfill 的跟没有 overfill 的，我们把它分成两个，做过滤之后我们分别来看，也就是变成两张表来看，两个 table 来看，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省掉这一个小小的这一个column占的空间，而且还是可以相当的直觉的去探索它的内容。所以这是一些我觉得可以丢掉的判别标准。但总之我们希望的就是至少能够好好的去检视它的内容。不过你如果用了一些其他工具，像刚才说的 data wrangler， 因为你可以做动态的不同的调整，那样子会更方便一点点。不过呢，单纯只用 pandas 的一些函数和指令也是有一个流程可以帮助你挑选出来。那它有一个好处是，当我们一旦挑完之后，我们可以把我们要栏位存到一个 list 里之后，可以快速的去把它取用出来，然后更自动化的执行。所以这边的技能我觉得不完全会被 Wrangler 或者其他工具取代掉。比方说当我们只想看两个东西，我们想看这些 host ID 跟 host name， 因为我们想要先看看谁有这些东西的话，在 pandas 的 data frame， 现在 listing 是个 data frame，
它和 NumPy 的 ND Array 一样，有所谓的 Fancy Indexing， 一样在这个方括号里头呢，我们可以放一些像是 list 啊，或者一些更复杂的东西，而不只是数字或者 slides， 或者像 dictionary 放一个字串。那以这个里头放一个 list 的情况来说，它的意义跟 NumPy 的 ND Array 有点像，也就是我挑出这两个 column 来看。这方括号如果不加任何东西，它指的是这些 column 而不是这些 row。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跟 NumPy 的逻辑不一样。NumPy 一开始的第一个位置是这边，所以你如果这边放什么0123的时候 ，NumPy 的话是这边是会放0123，但是 listing 这边如果你只用方括号，你要放的是 column name。你可以只放 host 的 ID。这个字串，然后它就会把这个东西叫出来，它会变成。但是如果你现在放一个 list， 你可以挑选你要的 column 来用。另外一个挑选出来用的方式是叫做 LOC，LOC 就会比较像是 NumPy Array 的括号里头放的东西。它第一个100到110指的是这边，我们这边有个 index， 对不对？这边的100到110中间的东西，我放在这个地方。不过要注意，这边跟 NumPy Array 不一样，它不是一定从0、1、2、3、4、5、6、7、8开始，它甚至不一定要是数字，它就像 column 一样，它只是一堆名称。事实上，你的 column 跟 row name 这边你可以互换，它一样有个 transpose 可以让两边互换。所以 index 跟 column 其实是有一点点对称的，只不过在目前来说，我们现在这个表格它的 index 刚好是一些数字因为我们从 CSV 读进来的啦，而且它刚好是从0开始。不过这边我们如果叫 LOC 的话，你这边放的东西呢，就会是 index 里头该放的东西。你可以放一个，比如说放100也可以，放101也可以，放其中一个也可以。但前面这一段是给这边 index 用的，后面这一段是给 column 用的。那我们这边一样挑两个出来。所以你这边也可以给个 list 如果它是别的东西，你可以给 list。比方说你可以挑100、104、107，你就用一个方括号100、104、107也行。它的逻辑就是这两边就类似，然后这边是给 index 用的，是它的 row 的 label， 这边是给 column 的 label 用的。Pandas 有更复杂的 hierarchy 的 nested 的多重Martin 多重因子会更复杂一点点。不过那个在稍后更进阶，你在碰到的时候可能会更有动机一点。我目前暂时没有碰到，我们先不往那边走。但是如果你以前用过 Pandas， 你可能会知道有这一些更复杂的东西。这边不完全是所有它的功能，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部分。另外一个跟 LOC 很像的叫做 I 就是 index 或者 integer， 但总之就是这个 ILOC 它吃的是数字，也就是它第几个位置，它跟这些名称无关它单纯就是我忽略掉这些名称。比方说我这边第5到第8个还有一个啦，5、6、7、3个，那刚好第5个它是 name 嘛，第6个是 description， 第7个是另外一个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对应到还是 column， 但是它用数字来表示。这边同样的也是用它的第几个位置来表示，不过这边刚好因为我们从 CSV 读进来的，它会刚好跟它一致，所以这边100到110后面还有了这边没有列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存取不同的部分。那这边因为是比较像是 NumPy 的数字型的 index， 所以它也比较适合比如说你要什么好几个或者什么-1那种东西的，从110到100然后-1那种东西，它会比较适合这一类的用法。ILOC 跟 LOC 是一个比较通用而且实用的情境，在很多情况之下是比较推荐以及正确的用法。ILOC 它在速度上面也是有一些优势，因为它不需要去查它的名称，它单纯的就用位置去，跟 NumPy 的情况有点点像。但是如果你已经在所有地方都要用到数字的 index 的话，有一些状况之下可以考虑可以把它转成 NumPy Array，因为这个东西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将data frame 里头的内容转成 NumPy Array。特别是如果你现在已经全部都是同一个形态，像是都是浮点数或都是整数的形态，是可以考虑转成 NumPy Array 来用，因为它的效率会更好一点。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跟 host ID 以及 host name 有关的问题。比方说我们想问的是谁有最多的 listing， 因为一个人可以做好多不同的 listing，一个 host 可以列好多不同的 listing， 那这边就会牵扯到一些问题了。当你想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就会想到一些问题。我们用 host name 来判别它是不是同一个人可以吗？还是我们要 host ID？ 会不会 host ID 和 host name 都要去使用呢？因为也许同一个 host ID 它会有不同的 host name， 那这是我们真的要把它视为是同一个人吗？它真的会改名吗？还是这个东西是我们不需要担心的事情？好，你就会有更多问题。但是我们先试试看，直接用 host name 来当做只要他们有一个东西不一样，我们当做不同的人。我们等一下再探讨说是不是 host ID 就够用。那我们要怎么做这件事情呢？首先呢，
我们其实只要去计算 host ID 跟 host name 每一组这个东西出现的次数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用 failure count 去计算它的次数。当你 failure count 完了之后，你会得到一个 host 的 ID 跟 host name， 然后后面接的是它的对应到的那个它总共在这个表格里头出现了几次，也就是说它在这个 listing 上它总共 list 了多少个房间。我们可以发现 list 的最多的 host name 叫 Q， 然后是 Airbnb 取这样子不同的数量而且这 Airbnb 它是有一个这个号码，然后有2个人都叫 house， 所以我已经回答了问题。会不会有不同的 ID 但是相同的名称？你这边来看是会有的，所以你用 host name 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会有很多人可能会有相同的名字。那我们如果只用 value count 的时候，它不会按照顺序排，所以我们又用了一个东西叫做 sort values， 我们可以针对某一个栏位去做排序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栏位，因为它只是一个 series， 它只有一个数字，那我们就排序。那排序你可以选择是 ascending 或者 descending，就是上升或下降。ascending 表示它是下降的，ascending 是上升，那所以我们就由大而小这样子排序下来。我们这边稍微先简单说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写法。你看到我们这边括号，然后把这个是被称为是 method chaining 的方式。所谓的 method chaining 指的就是一种程式写作的形态。我们给你一个物件或是一个东西，然后接下来我们的工作流程就用点函数点函数这样有点像是一个管线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这个方式我们通常叫做 method chaining， 就是把一堆 method 串在一起。在有一些语言它会用像是 pipeline 的方式，像是那个直线像这种 pipeline 的方式。当然在一些像是 shell script 或者是其他的很常见，它就是用一条管线这样串通的。一些程式语言，像我至少知道是 F# 有做这个东西，有其他程式语言会有类似的用这个那个符号让它，或者是一个直线然后三角形像箭头把东西像是一个管线这样穿过去。那一个常见的在物件导向里头常见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每一次就是用这个 method 把它串在一起，所以我这个 method 跑完之后会留下来类似的物件。比方说我这个 data frame， 我经由这个操作之后出来还是一个 data， 然后再经由这个操作之后还是一个 data frame， 但是因为它是 data frame， 所以我就一直可以点下去，那我就可以让这个东西先经过 value count 再排序，然后再经过 head。很多人非常喜欢这样，甚至连包含我想要指定 column 里头的一些内容，替换一些内容，在 Pandas 都有提供这些的做法。不过 Python 因为它是所谓的 significant space， 也就是它的排版它的空白是重要的。在一些语言里头你这样点点点，然后最后再加个分号，完全就可以直接这样做。但 Python 不容易这样做，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个括号的小括号在这边的时候，你直接点它是变成2行不同的东西，它没办法串在一起。所以在 Python 里头做 method chaining 的标准或最常见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让它可以这样串。所以有些情况之下它是刚好括号本来就存在的，或者是本来有一些类似的东西，不用特别去加括号但是在通常的情况之下，大家已经接受了用加括号的方式当做 method chaining 的一个方法，所以看到这种情况你就知道它就叫做 method chaining。我们现在想要知道的是会不会有一些 house，我们现在想知道是会不会有一些 host ID， 它在不同的 listing 下面它使用了不同名字就是它第一个它叫 James， 第二个叫 Tom， 第三个可能叫 Sarah 不晓得，它就换了很多不同的名字。因为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刚才的那种用 host ID 以及 name 的可能会把同一个人误认为很多人，因为他不断的改名。那当然也有可能是2个都要合在一起才能确认他的身份是谁，因为这有一些比较少见的情况之下， host ID 也许是因为不同管道，也许它并购了这个其他网站，你必须要用其他的栏位合在一起，它才可以得到一个独一无二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如果是这样我们也不太容易知道，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先试试看，确定一下我们也就是会不会有一个 host ID 它在这个里头列表的时候它有不同的名字。如果没有的话，也许我们就不用担心那么多问题了。那我们就用这个东西来看，首先我们可以用 NUnique 这个来知道说在这个表格里头有多少个 unique 的 host ID， 这是一个还蛮有用的一个函数。就像我们前面问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知道这个账里头有很多不同的数值，它到底有多少个不重复的数值在里头， unique 就可以知道它不重复的数值有多少个。下一页，另外一个有用的函数就是我们可以把重复的先把它丢掉。如果我们真的要去看刚才那些 host ID 是不是有重复的，就是有不同的名称的话，有不同的姓名的话，我们可以先试着先把刚才的 host ID 以及 host name的 unique 的
不重复的这种组合先列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把事情先简化一点，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这边列出来的把 duplicate 全部都丢掉之后，如果这边的数量跟刚才的 n unique 一样，我们就知道了每一组 host ID 只能对到一个 host name， 就是它不可以有一个 host ID， 一个 name 可能会有好几个，可能你叫 Tom 的可能就有一堆了。但是如果这两个都是独一无二的，跟 host ID 的数量一模一样，我们至少知道每一个 host ID 仅有一个名称。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直接去把它已经就是同一个 host ID 跟同一个 host name，比如它出现过3次，因为我们刚才说有一些像什么 A 出现了很多次嘛，或者是前面第一个忘记叫什么名字，还出现过很多次了。我们先把它每一个都弄成一组，那只要每个 host ID 只出现一次，那我们其实就知道它不会有不同的名称了。它如果有不同名称，它就会出现2次。那所以我们做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把它先 by， 然后看看它的大小，就是我们想知道是不是每一个，因为这个更直接，它语义上更直接，就是我们针对每个 host ID 看一看它在这个里头出现几次，我们去做个统计。你也可以直接用 failure count 啦，你只要对 host ID 去做 failure count 也行。不过我们这边就示范一下一些其他的方式，因为我们这边用到一个，我们很常会希望用对这个表格针对某一个性质把它做分类去做统计。比方说我们依照它的各自上的年龄层，依照不同的天数每一天我们想知道它比如说这个店来了几个人。那如果我们这个表格列的是时间、日期以及客人的姓名，日期、客人的姓名，那我可能想知道说每一天同一天里头总共算起来有多少人。这边也是类似的东西，我们先 group by， 只不过我们不是对日期的 ID， 我想知道每个 host ID 它总共有多少个名字。那当然单纯只是计算数字的话，你可以用 failure count 就行了，而且它说不定更简单一点点。但是我们这边只先示范一下 group by， 然后后面还会有用到 group by 很多次。那接下来我们只要把这个统计下来的数字看看其中有没有任何一个人他有2个以上不同的名字，然后列看，如果列出来是个空白没东西，那就表示它是没有重复名字的。那事实上来说，我们的 unique 的 host ID 有1353个，就我们刚才跑完之后可以确定没有任何人有重复。你可以用点 empty 来确定它是不是空的，你也可以用 shape 的大小来看，但点 empty 当然更加容易，可读性会更好一点点。好，另外一个问题，虽然我们大概已经知道是或不是啦，就是同一个名字但是是不同人的，也就是会不会有不同的 host ID 它共用同样的名，他们名字撞名了。好，那一样我们先把 host ID 跟 name 这个先独立的先叫出来，先 drop duplicate， 剩下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组都是不会有重复的，这个2个都一模一样。那接下来我们去简单做 failure count， 但是我们这边就针对 host name， 刚才 host ID 也可以做一样的事情啊，我们就示范不同的做法来做。那我们这边用 failure count， 那你可以看到，而且我们做完 failure count 之后，我们可以比较更方便的去选择它的排序。你这边来说 James 出现10次， Eric 出现7次，所以有7个人，有10个人都是 James， 10个不同的 host ID。 那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个 James 他可能忘记密码要重注册一次，但是我们就不会知道，我们要更详尽的去看。但单从假设每一个 host ID 是不同人的状况来看，那这个我们可以得到下面这个统计表。那我们也可以问说，好，那这些 James 到底是哪几个 James？ 我们把它列出来之后，我们可以更容易的去想要去看，它照片长得是不是一样的，类似像这种方法去看。我们没有这样做，但是这是第一步嘛。那我们要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当然先把 James 抓出来，然后这边是找到它因为刚才前面的 ID 是姓名嘛，后面的那个值是它的次数，所以我们找到次数最大的那个 ID， 有点像 ARGMax， 在 NumPy 也是 ARGMax， 但这边叫 IDXMax， 也就是找到最大那个数值它的 ID， 这个东西就是 James。接下来我们用的一个东西叫做 Query 是一个很好用的 method， data frame 的 method， 那它里头你可以把它写成一个语言，一个算式，它的效率还不错，然后可以把几个不同的算式整合在同一个。缺点就是因为这里头是字串嘛，你就没有比如说我的 highlight 它的 host name 是等号的，所以你这边要更小心它的语法，就是它会更有效率，因为你可以不用跟 Python 这样子进进出出的。我们前面在 NumPy 有讲过，你好几个操作是会浪费时间的，就是我先比如说我有 A 加 B， 我先 A 加 B 完之后得到 A 加 B 的值了，然后变成一个 array， 然后再去加 C 得到最后一个值，然后也许我最后还要乘3，所以每一次都会所谓的 Python 空间跟 NumPy 空间这样进进出出的。那如果你这边有好几个算术，然后弄成一个东西，它只会进去一次再回来一次，这样子在原则上来说就有可能会更有效率。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地方你看到这边是 Python 的一个变数名称，它是一个字串，在这个语法里头大致上跟 Python 一样，但是会有一些小小不一样。
一个部分就是 Python 的变数名称，你前面要加这个 at 这个符号，然后它的 column name 你就可以直接像这个 host name 就直接用它，不用点什么了。这是它的一个语法，但大致上跟 Python 语法很接近，原本 Python 语法是非常接近。那这边我们就把它的 host ID 列出来了。那还有很多可以看的，其中比方说这是一个例子，我们想知道这些 host 它的住的地方，他们的 location 会不会都在台北还是不在台北的。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简单的去对这个 listing 去统计，以这个 listing 来说，中间很多像1819个是在台北的，792个是在台湾的，这边台北台湾有717个，这边加一加其实就非常多，但是有一些在新北，甚至还有一些在洛杉矶、台中、香港、桃园、新加坡、温哥华、新竹不同的地方都有。不过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边我们并不是对 host 去统计的，而是去对 listing 的数量去统计的。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就是不管你有多少间房间，你的都算一个人，而不是说你列了5间房间，这边其实就是会算5次。如果是以人来算的话，你要像刚才一样，先针对那个不同的 host 我们已经知道 host ID 可能是你要，可是一样的，你要这边想问就是说，会不会这个 host 我们 drop duplicate 我们可能是留下第一个嘛，后面就把它丢掉，但是会不会这个人在不同的 list 列了他不同的 host， 他可能在这个房屋列了我洛杉矶，下一个房屋列的是我人住台北，下一个可能列的是我住新竹，可能很不可能像这样子呢？所以就像前面说，它有非常多的东西要检查。那我们拿到的这个资料是别人给我们，特别像这个是网络上抓到的，他怎么抓的我们其实都不是很确定，所以你会需要有很多地方很小心的检查所有的，不然只要一步错了，后面就会很多地方跟着错。所以这边可以留给大家练习一下，如果我们想要改成说我们想要问的是 host ID，那我们要怎么样 drop host ID， 就是 duplicate host ID。然后呢，假如我们想要确认说每个它只有对应到一个 location， 我们要怎么做这件事情？下一页。另外，我们也可以对 column 去做一些简单的操作，这是一个还蛮常见的一个流程，因为 column 很多时候跟它的名称是有关系的，我们通常会有一些规律去定它的名称，至少是一些好的 dataset 会这样做。那以这边来说，我们大概知道我们的跟 review 有关的可能看起来都是 review score 开头的，那我们就依照这个操作，你可以把这个 listing columns 当成是一个像 list， 它不是 list， 它有特别的资料形态，但是你可以把它绕回圈，然后把它符合条件的把它留下来，用这个 list com 把它留下来。那我们就简单看一下有哪一些栏位是跟 review 有关的，那我们就把它叫做 columns。拿到这个 review columns， 我们用刚才的分析列出它，然后我们这边用了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 method 叫 describe， 这以后可以给参数了，但是标准的不给参数的话，它列出一些常见的统计数值，像是它有多少个。比方说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 review score rating 这边有4600个，但是其他的一些不同的分项 rating 的分项，一些给分的分项，它可能就不到4600个。然后我们可以知道平均分数是 4.7 相当高，最高分数5分，那符合我们一般认知1到5分，1到5颗星这种感觉。最低分数是1分，所以没有人是给0分的。然后我这边给出了25百分位、50百分位、75百分位的数值，可以看到有一半的人给的分数是在 4.8 分以上的，平均分数有在 4.8 分以上的，就是应该说是总分啦，就是总分来说是 4.8 分以上，比平均值略高一点点。甚至到了25百分位，然后你已经是在4个人，然后应该说是在100个人有可能有75个人比你好了，你是倒数的25名，你这时候都还有 4.6 分，比较像是倒数25名了。所以你从这边可以大致看出来，这边有一些可以给一些不同的栏位，你可以把比如说这边的25百分位、50百分位换成更细的或者是其他的东西，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数值可以去看。我这边是用图表的方式来秀出刚才的样子，可以更直觉的看到大部分的分数其实是集中在5分。我们这边用到的是 Matplotlib 的 Pandas 本身也可以做图形的绘制，也有 Histogram， 只不过我这边会使用 Matplotlib 是让它能够更细节的去控制我想要画的形状。比方说我现在想要画的是希望它这些长条在不同的位置，就是并排的连在一起，但是没有重叠的。那我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更复杂搭配其他的像 SciPy 那比方我这边用的是 Kernel Density， 因为刚才的那些长条图似乎还不太容易比较不同的项目，我刚才比的是一些不同的评分标准，他们的一些趋势，或者是比如说集中在 4.6 分以上这件事情，我希望有点像是曲线图这样子。那这时候我用的一个方法叫做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KDE， 好，那它就会比较像是曲线图这样子，可以看出它的一些分布，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接近5分，但是而且是越来越多，但是快到5分的时候它就稍微少了一些，但是还是很多人愿意是给5分的。接下来我原本打算的是想要直接先看一下
经纬度跟价钱之间的一些关系啊。不过后面会稍微走了一个岔路，等一下再说。但是这边来说，我想问的问题是，我要怎么样视觉化看出价格跟经纬度之间的关系？比方说，我想看到说，它是不是大部分的房屋都集中在某个区域，然后那个地方哪些地方价格比较高，哪些地方价格比较低，这是我想知道的。所以我第一步先做 describe 但是我在做 describe 的时候发现了一件事情，我这边虽然我给的是这两个是坐标的跟这个价钱的全部加在一起，然后做 describe， 但是我只有拿到经纬度的。不过经纬度这边我们当然先看一下，似乎没有太大的问题啦。台湾附近台北的经纬度，当然我可能无法记得台北的经纬度的大小或者它是什么地方，但是这个地方看起来是对的，就是北台湾的经纬度。那当然真的配到地图上面，我们后面会做，会更准确一点点。不过以这边来看，至少它没有一个很让人担心的一个状况因为有的时候它甚至跑出一个什么-1因为它可能没有经纬度，找不到点，它跑出什么-1之类的，或者0之类的，甚至一个 NA 不知道东西都有可能但至少我们简单的没有一些-1，或者是因为它最小就是24.98了，也没有一个超大的数值，一些不合理的数值所以这是好事情。可是不好的事情是 price 没有显现出来，我们要想知道 price 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去看一下 price 的内容，我们用点 head 来看，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其他工具看，但是我们先用点 head 来看，因为它是可以直接跑出来的。 NAN 还 OK， 但是最主要的是它这个的物件是 object， 像我们前面说 object 代表应该是一个字串，当然它有些是 not a number， 当然本身不是字串不过至少我们可以确定这几个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这边有钱号就是金钱的符号，然后也许是逗点可能可以克服，根号可能也可以克服，但是至少我们在读进来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是他给一些选项让他可以克服这件事情，但我们在读进来的时候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还记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没有给选项嘛？而且我们在读进来之前我们也不晓得栏位有哪一些你也是要得读进来之后才知道嘛所以你还是要先读进来再说嘛，然后再解决。那以现在来说，我们就针对这个来解决看看好了。当然，另外的做法就是你这边发现了之后再读进来的时候，在那边就处理那也是一个方式。那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首先，我们先把它转成数字的字串，比方说前号去掉了，逗点可能也可以去掉了。那有一些更好的方法，但是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使用的方式。我们这边使用的方式就单纯的用 regular expression 把前面的前号、金钱符号以及逗点把它去掉，留下点号。这个有更稳定的方法，因为这个做法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不确定是不是所有的都是前号，然后都是一个合理的数字，那有逗号，这件应该要先确认一下，不然这件事情你这样做下去可能会在后面产生更大的问题。我们有碰到一些问题，有可能是除法，因为我这边没有详细的检查，有点不像啦但是有可能是从这边产生的。那我这边没有检查是因为在做这个没有想得很清楚，应该让它做得更仔细一点点。不过这边你可以留给你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所有东西都是有前号开头的，然后中间都是合理的数字。那另外的话就是有更稳定的方法来做这些文字转数字的处理。不过我们现在用这个方法，那这边这个其实是 Copilot 建议的这也是为什么会犯错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这个有点简单，所以也是让 Copilot 自己去写这个程式的。那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这边就没有好好去把它详细的检查，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AI 写程式的一个小小的缺点。有时候大致过了，你会稍微的有点不小心。我觉得在未来大家可能会再更提升，至少我自己的话也会更提升。当 AI 写完之后，有一个更警觉的一个心态，或者是说让自己的那个状态能够更警觉，像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然后你会错过了一些检查资料的机会。那你这边来说，我觉得我有错过一个检查的机会。好，不过我们目前是这样子，因为这也是投影片，我也没办法再改这件事情了。那我们就继续下去。好，那不过以这边来说的话，我们弄完之后用这个 AsType 是用来转形态的。好像刚才前面的话，我们不是有一些字串是 object 的嘛？你也可以 AsType， 然后这里头你可以不用为像这种形态 float 或什么形态，你可以直接给个字串留写，就是两个双引号留写 string， 这样你就可以，它也转成字串的形态。当然你可以去找出所谓的 string 这个形态，它也可以转得出来。好，那我们把它印出来，那这时候你会发现它已经变成 float 64， 变成了64位元的浮点数。那这是我们要的状况。好，拿到 price 之后，我们简单的 list 一下，我们发现了一些不好的状况，其中一个就是它最大值到80万。这个一个房间来说有点贵了，但我们知道也许是有人特别把它就是不想租给别人嘛，就特别调一个很高的价钱，这也是有可能的。另外最低的价钱也不乐观，这边有个4，中间的25、50、75百分位倒是还好。好，所以我们来试试看，它这边有一个叫 N largest， 把最高的几个价钱的把它列出来。
这个80万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理由真的是80万，那可以看到后面还有一些32万27万9千25万23万事实上这个23万你看后面的 rate 我这边没有列，他还给个5星好评，也就是看起来是前面几个当然看起来就都没有 rate 没有评价但这个至少还有一个5星好评的所以这个说不定看起来是真的有在赚，也许他调过价钱，也许不是总之我们这边发现这个其实有点难解决，因为不太确定，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确定一下这个价格这么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我们要把它去掉呢，还是它真的就是这么高？不过至少从它的形态还有一些内容来看不出什么太特别的有让它特别贵。不过至少这几个看起来看到有地区的都是信义区，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最便宜的几个这几个更奇怪了这几个 4.0 5.0 这边可能可以怀疑的是，其中一个怀疑是它会不会就是分数还是美金我们可能之前看的是台币，我们会直接看成3000，它可能是美金嘛，应该都是台币，所以这边会不会是记错了或者是抓错了？但是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些东西也是挺不合理的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假设是，会不会他们其实这些超级低的东西会不会其实是从评分的地方来，也就是说它可能有一些是5分以下的，我们就它的价钱是5以下的我们就直接丢弃，剩下来的反正就是不是从那个5分，或者是我们可能也许有些东西是10分所以我这边弄的是10到100，我们把10到100这个空间看看这条是不是全部是空的，如果这边全部是空的，因为100块以下真的有点太便宜了吧，一个房间50块一个晚上，感觉上是会有点过低了，所以如果10到100中间没有任何房间是这个价钱，那很可能就我们讲，不然的话就有些其他的因素让一些，就或者是不止一个因素让有一些价钱过低的被列出来所以我们先列看10到100中间是不是有任何房间如果中间没有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再更进一步看一下是不是10到6中间也没有任何的房间这个价钱。下一页不过很遗憾的我们用 Curie 这边也是，你可以看到这边我们用了2个 price 大于100，我们把它列看，然后呢我们这边前面有整理一个 info column， 就是我们想看的一些 column， 能够来判断它价值有关的东西。那可以看到很便宜的房间但是介于10到100中间呢还是有些房间，甚至这边看起来又更麻烦了，这边有91、81，已经这么低的价钱了，你还要收1块，99块我这还可以接受，但是你是81块，很难相信这是一个正确的数值。事实上这边看起来又更像一个分数了，只是不太一样的分数。但总之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决为什么这些 price 会有一些奇怪的过高或过低的情况，以及有什么方法去排除它，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时间去调查，那我们没有这样做，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分数过高或过低的情况，第一个会发生，第二个我们如果要让之后的数值稳定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这个状况这也就是我们前面讲资料清理，但是你不是一定要清理，有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把它留下来，但是你在做一些统计或者一些分析的时候要记得这个是不可靠的，我们不能直接把它丢掉了，因为比如说我们刚才像 host ID host name host location 那些可能还是可靠的，也许那些我们还是想用它来看看，所以我们先留着它，而且这些数值说不定未来有机会排除，或者是它真的是美金或什么，我们再排除它，但是我们光是知道说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可以信赖，这件事情已经很重要了。下一页，我们接下来要示范就是用这个 price 来做一些事情这只是其中一个我们想知道说我们不是有不同的房屋的形态，还有 property 的那个产业的形态，还有它的那个，这是 room 啦 room， 因为它有一个产业，就是它到底是一个大楼独栋或什么，它那个房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看看是不是不同的房间形态它的价格会有差异。好，那因为前面的经验，我们在做这个统计的时候要把3万和小于300的先去除掉，因为这个有一点点我们想要知道平均值，我们不是想知道最大最小值，因为最大最小值已经不可能很稳定了，我们还是可以分别看，但是它出错用。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知道数值本身的话，我们不期待要知道那么极端的数值，因为极端数值不稳定，所以我们要把很极端去掉，然后我们想要知道可能是中位数和平均数，或者其他的75百分位数、2位数，去掉过大过小，主要是怕它影响平均数。所以你看到我们这边第一个先过滤掉大于300不是，就是我们留下大于300和小于3万的房间这边，那8万的影响平均可能会太多了，所以我们先把它丢弃掉。再来我们依照不同的房间形态还有它的产物的形态、产业的形态来做分类，然后我们取出它的 price， 然后来 describe 它的一些统计的分布。那我们暂时不用太担心 NA， 因为 describe 会帮我们去除掉这些去做平均那些事情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把它秀出来，
然后而且我们还要秀出来数量大于30的，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知道有一些不稳定了，那所以如果它的数量太少，我们刚才切了这些，或者是我们这切的也没有那么干净，那如果数量太少，我们可以先假设说有问题的 listing 不会太多了，但是它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那如果刚好比如说我现在只有10个listing， 在这个类别只有10个，有一个是错的，它影响就会很大。所以我们先不看那些，我们就先看足够多数量的我们才列入统计。所以这些是为什么要这样设的一些思考的一些过程。然后接下来最后我们依照它的平均的售价平均的租金来排序。排序之后我们看到了它的状况由小到大，最贵的可能是这个合理嘛，就是它的整个房间整个公寓全部都给你用，所以这个是 room type 很合理的。然后它的是一个 condo， 一个 entire home 一个整个屋子给你，整个全部一个完整的房間給你，比较贵，这也是合理的，不过也没有贵很多，就是它数量还挺多的。那最多的看起来是entire rental unit 可能就是只是它没有区分啦，这一个地方它不会分成几个分租这种样子这个当然是最多的。那依照它的便宜到贵，它有不同的排序。那当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共享的房间 shared room in rental unit， 这刚才看起来是跟这个来比较，它的价格就会比较便宜，有864。那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稍微的知道说一个偏低的房价，一个偏低的房型，它的房价大概价格大概是会多少，以它平均来说，这边来说最低会到300，已经很接近我们刚才砍的那个300所以这300到底砍的好还是不好，这个可能还要斟酌一下。但是它平均大概是864，这还要做更细部的一些分析，看看它的分布，确定那些东西是不是 outlier。不过可以看到就是这边一大堆不同的，它都有低到300块左右的，甚至连你可以看到这个，我可能甚至很想去看一下这个 entire rental unit， 它也只有300块甚至这个 entire home 也只有800块，这件事情可能也值得去看一下，到底是这地方太偏远了，还是真的打错字了。所以我们这边虽然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讲了还蛮久的时间了，然后这个 notebook 看起来挺真实，在做资料分析以及探索的时候要看的会多很多。那我们这边当然是因为在讲解的话会让它更慢一点点，你实际上做的时候你对 pandas 熟悉是还蛮重要的事情，是因为你必须要做大量的分析，然后每一种分析你都会很快的去写出它相对应的一些 query 的方式，然后到你要答案。当然现在你可以靠 Copilot 或者是其他好像是 Cursor AI 或者其他还有很多不同的 AI 帮你写程式。以 Copilot 来说，你问他问题他大部分都可以帮你答得不错，所以你可能要的技能之一就是帮忙检查他的回答，然后也许确认他的回答是正确的，然后补足他不正确的地方，或者是说像刚才还需要检查的地方。好，接下来我们就回到刚才的画图的东西，所以我先把图画出来让你大概看一下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这是依照不同的价格去排的亮度，那我取了 log， 因为很多 log 是比较合理的，比方说10万跟1万差10倍，1万跟1000差10倍，那1000跟100差10倍，那这几个的差距可能对我们来说是差不多的。但是10万跟9万，我们先不要说10万跟9万好了，10万跟9万9000差了1000，但是1500跟500也是差1000，可是他们差距就很大。10万跟差距不大嘛，但是1500或者1200跟200好了，那差距就更明显了嘛。所以有的时候取 log 会比直接的那个线性的距离更符合实际，那这要试一下。那我们这边取的是 log 的 scale， 那这边是经纬度，我们把它画出来，然后这边是用 Matplotlib 来画的。那可以看出来这个似乎就是还蛮接近台北的形状，然后市中心的长相在这个地方。我们做的做法是怎么做呢？我们先把 NA 丢掉，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有一些地方可能是 NA 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先再做一些事情，就把 NA 丢掉。然后呢，依照前面的经验，房价太低太高了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视觉化，而且它可能不稳定不准确，我们也把它过滤掉，我们只留下大于10跟小于3万的。你可以大于100大于300，但这个可能要稍微调一下，我这边调的是大于10小于3万。好，最后我就简单的画一个图而已。依照的东西是经纬度，我从这边直接拉出了经纬度当做它的 XY 坐标，这个是点状图。然后价格我取了 log， 我可以这里 log， 然后选择我要的 CMap 以及我想要的点的大小以及它的透明度，出来就是这张 Matplotlib。缺点当然很明显，就是我这边没有看到地图，更希望这边有一个台北的地图在这个地方当然能够互动是更好的。我这边采用了另外一个绘图的套件叫做 Plotly，那这边 PX 指的是 Plotly 里头的一个比较高阶的界面，它是一个更加互动的绘图的套件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Dash 来做简单的视觉化的一个 App 的网页 App 的这个东西，也是 Plotly 这边出的，叫 Plotly， 所以里头用到很多别的
函数。这边大致上跟它的是一样，只不过这边叫 Mapbox， 然后我这边又用了一个叫做 OpenStreetMap， 它提供很多不同的街道的形态。我其实更想像晚上或黑夜的，甚至有点像，也许放一个黑色街道这样子的，只不过有一些它的背景是要钱的。这边至少要 API key 啦，也不是说一定要钱，但是你要 API key， 因为它不需要 API key 的 OpenStreetMap。下一页得到的结果会有点像是现在看到的这个影片，它可以蛮互动的，然后一样它那些点都可以画出来，但是你可以很互动的，而且你可以看到它在什么街道上面，所以这个大致上看起来符合我们的预期。这也是用来检查错误用的，因为这个视觉化，特别是这种有地理位置的，如果你不把它画出来图，有时候你还不知道它错了，因为你看不出来。所以这个视觉化除了一方面就是看起来有点炫，然后可以展示之外，其实它是有用的，因为它是出错的一环，就像我们刚才常常的把东西印出来，常常的去检视中间的内容一样，这也是检视内容的一个方式。好，那另外一个后面还有放了另外一个是用 KDE， 用 Density， 因为那个点点点看起来好像不像是一个热力图这种感觉。那这边用的是也用过了 KDE 的方式，只不过是用在这个我看一下这用的是什么，可能是用高选的，可能是用一些让它产生像 density 图，给你一些点，然后设法跑出一些 density 图的这些东西在上面或者一些实验或者探索上面其实也常会用到，然后是一个统计上面也很常用到，然后在很多地方都蛮常用到的一些方式，就是你给一些点，设法把它的 distribution 把它弄出来。在比较低的维度1、2维的时候，这都还蛮有用的一个方法。你看到这画出个热力图，然后我们有很漂亮的一个互动界面可以来操作它。当你执行我们那个 notebook 的时候，只要你安装好该安装的东西，就会一样的图。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些以及 pivot 的这个部分，或者是 join 的，那这些比较算是偏稍微进阶一点点的部分，但是我们没有讲到超级进阶的地方。好，我们会首先我们先讲所谓的 join， 或者是我们这边会需要2个表格，因为你要 join 或者会需要2个表格，它主要用途是将2个表格的资讯结合在一起，或者是利用一个表格去查询另外一个表格的资讯。我们这边把 calendar 先读进来，然后看它一下内容就 calendar 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就是我们前面看过它有个 listing ID， 我们希望它这边是可以对应到它前面的资讯。我们这边等一下会希望的就是依照这个 listing ID， 把我们想要的一些资讯也跟着填进来，比方说它的物件的名称，然后还有也许我们想要对比它的价格是不是一致，又或者我们可能想要对它的 host 那些一些其他的做分类看是哪个 host 它的对房子最多类似像这一类的东西。其中一个用途当然就是因为 listing ID 我们至少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嘛，因为它只是一个数字，所以如果能够换成它的 listing 的 name， 这样感觉会更容易去看，然后更有记忆点。比如说看到某个奇怪的东西，至少看到它的 name 比较容易记下来，比看到这个68398容易记一点点。下一页一样，我们还是不厌其烦的再检查一下它的 dtype， 虽然我们前面才刚检查过一个值得注意到的地方是它的但它看起来它是1跟 F， 应该是 true 跟 false， 但是这边却是一个 object，而不是一个布林 ，Pandas 有布林的这个形态，这边可能是一个我们要考虑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它的 price 本身也是一个 object， 很可能是跟刚才 listings 的问题是一样，这边也要稍微去处理一下。下一页。不过呢，我们先把它去做一个 merge， 因为我们先试着把2个表格整理在一起。我们这边想要做的事情是，我们以 calendar 为主，但是依照 calendar 里头的每个日期，它有的 ID， 它的 listing ID。我们根据这个 ID 去，比如说我们把它的名称，这个物件的名称把它拉过来，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我们想要的栏位把它拉过来。那我们要怎么做这件事情呢？我们首先把它的 price 先改名叫做 listing price， 因为我们想把 price 拉过来，然后比较 listing 上面的 price 跟calendar 上面 price 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当我们整合在一起的时候，它的栏位到底要叫什么呢？因为它原本就有个 price， 那这个拉过来要叫什么呢？它会把它更名，如果你不做任何事情的话，它会自动把它更名，它会把它改成比如说 price A 或者是其他的 price left、right 这种东西，它会自动把它更名。但是这个就会有一些不可确定的因素，万一你要更名的那个栏位它本身已经存在了，那你更名之后不是又跟它相撞了吗？所以它会有一些小麻烦的地方。那有的时候又会让你有一些出乎意料的东西，因为有时候你会忽略掉被你 join 进来的东西是不是多了一个栏位或少一个栏位，它会更动你原来的栏位名称，所以你原来可以用栏位，反而它名称被更动了。那我们这边因为我们要拉进来的 price 嘛，那我们直接就先把它先把它改成 listing price， 避免它去撞名。我们这边用的叫 rename， 然后用这个 column 这个
option 这个 argument 给它参数给它 parameter 给它，那 in place 让它直接就不会再重新产生一个新的 data frame， 直接在原有的 data frame 上面做更动，直接把这个 column name 改掉。好，接下来就是做我们类似的东西，还有 join 主要是对 index 来做。那 merge 的话主要是对 column， 不过他们的用法都差不多，可能在效率上面会有一些小小的差异性。我们这边举的例子是以 merge 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 listing 我们只用了 ID、name 跟 listing price 这3个栏位，因为我们只想知道它的名称，也许可以拿来更可读性更好一点点，那要来比较 price 嘛，所以我们就先用这3个就好了，不要拿太多。然后呢，我们要跟 calendar merge， 那 calendar 本身就保有在原来 calendar 没有问题的。好，那 merge 的东西基本上都会产生一个新的，不管它比较没有所谓的 in place 这样子啦，因为它是这跟那个 SQL 或是是 relational algebra 就资料库的那个东西有点像，所以它有一些 auto、natural join， 有一些不同的 join。不过我们这边简单的 merge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 ID 至少在那个 listing 上面每一个 ID 只会有一笔资料，所以这个问题不大，所以它 join 过去所谓的什么不同的 join 的方式，问题就比较没有太大问题。但你这边可以选比如说我们这边选的是 left， 也就是左边的东西每个东西都要留下来，以左边的为主，左边就右边的是 listing and 去 merge listing， 所以 calendar 是左边 listing 是右边，不过我们这边 listing 只有取3个栏位所以你要 join 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个相同的或者好几个相同的栏位，我们才可以找到哪一些 row 要跟哪一些 row 去搭配。好，那这边左边的话，我们对应到的是 listing ID， 右边对应到的是 ID， 也就是说，我现在每一个 calendar 的 row 每一笔资料，我去先用这个 ID 先拿出来，它 ID 看的是什么63894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从这个 ID 去我的 listings 这个 table， 就是 right 这边 应该说 listing ID， 我的 calendar 这边因为它是 left 嘛 ，calendar 是 left， 所以它是 listing ID， 先找到它的 listing ID， 然后呢，根据右边这 listings， 我根据 ID 的栏位去找到里头，比如说这里是63894，然后我找到从这个 listing 的 ID 找63894，我会找到一个 row， 如果找到很多个，这就会依照定义的不同了，来做不一样的事情了。那如果没有找到，会发生什么事情又会不一样所以也要确认一下，它每个都找得到但是因为我们是 left 啦，它找不到的话，它就会塞空的东西进去所以如果你是 inner join， 就是有两边都有，它才会放那如果找到好几个，它会重复了。就一个最基本的就是，好，我这边如果找到3个，我就这个 ID 配它第一个 listing ID 就配第一个 ID 后面的结果，它重复一次，然后配上第2个找到的结果。它还重复一次配到第3个找到的结果。不过因为我们现在找到就是唯一，我们不太担心这个问题所以原则上就是我们从这个 listing ID 然后去查表，然后去 listings 这个表里头，从这个 ID 去搜寻我们要的那一个而且唯一的一个 row， 找到它这个 row 之后，我们在 calendar 里头新增2个 column， 应该说新增3个 column， 一个 column 叫做 ID， 一个 column 叫做 name， 一个 column 叫做 listing price， 然后就我们找到那3个 row， 然后填入资料。假如没有找到，虽然我们这边情况不会发生，假如没有找到，它会填入 NaN。那这个就是他做的事情。所以出来的结果会长什么样子呢？你可以看到，除了原来的 listing ID、date、available、price， 然后 adjusted price， 这些 price 我们已经修正过了 ，available 我们还没改，等一下会说。然后 maxima、minima、nice 之外，还有这边要多一个 name，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到底是这个物件到底是什么名称你可以看到这边68398，每个68398，所以这些名称当然是一样的。listing price 是多少？那我们这边马上就发现了 listing price 跟price 是不一样，34跟1107。那我们第一个可能怀疑的就是会不会是美金跟台币的差距因为看起来有点像嘛，还是因为其他的问题？但总之我们光是第一个列出来就感觉有点伤脑筋，因为这2个价钱不完全一样本来可能还想说它应该大致上是一样的 ，just 要改一下，但这边看起来就完全不一样。然后这边看起来都是一样的数值，我们也很怀疑说会不会一直都是一样的数值，还是说它会依照月份有一些调整的价格。好，所以我们先对价格来做一个图表 ，X 轴是 listing price，Y 轴是calendar price。这边看起来它的价格也不是完全一条直线但是你可以看到这边是2万这边是2万，所以这边大概是1:1的情况应该还是挺多的，大多数情况下应该还是接近1:1或者是1:1，少数情况之下这边会贵很多，那少数情况之下这边又会低很多，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两边的 price 其实还需要一些调整，那它的资料可能稳定性会有一些问题毕竟是从网页上抓的，可能还要研究一下它到底什么地方出现了一些不一致的状况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还是很简单它就是错的，都是有可能的。
我们接下来想做一些简单的统计，也就是统计一下价格，因为我们主要是为了要对等一下 pivot table 的去做一些简单的处理。我们想先做一个表格出来，等一下可以适合来做 pivot 的示范。但是呢，这也是一个蛮合适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天数太多了嘛，它是一年有13个月，一年再多1个月，那天数太多，直接看天有点麻烦。我们不如先依照不同的月份去做平均，然后看看这样会资料变少很多，然后也比较容易看。好，所以我们这边首先先把这个 date 就是原来 date 转成 daytime 它原来如果不是 daytime 的时候就会比较不好处理，我们先把它转成 daytime 的形式。原先的话它的应该是自串的。好，那 Pandas 有一个还不错的方式可以让它把自串转成 daytime。daytime 一直都是一个麻烦的形态，因为特别是有 time zone 有时间的不同时区的这个问题不过这边我们就直接转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呢，转成 daytime 之后，我们就可以用 点 dt， 因为它是一个物件，它还是一个像物件一样的东西。我们点 dt 就可以让它去存取有关于 daytime 的函数，其中一个就是利用月份去做，把它划到不同的月份去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year， 就把那个依照它的周期去把它移到它的该有的月份上面去。然后我们再用了一次 group by， 所以我们有这个 calendar， 我们先依照它的每一个物件每一个 listing ID， 然后依照它的不同的年月来做分类，然后呢依照它的 price 我们去取它的平均值。接下来我们重设它 index， 这样可以让这个 listing ID 跟 year month 就变成卡朗。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结果，这 listing ID year month它的 price， 因为原本这两个 list ID 跟 year month 如果你不做 reset 它会变成它是 index 本身不 by 的那个东西，但是你 reset index 之后它会比较变成 column 比较漂亮一点点。那你看到这边的确我们有13个月从2024年的6月到2025年的6月68398，然后再来271733，这边也是一样，看起来我们得到我们要的东西了只不过我们这边观察到的是所有的 price 似乎都一样，完全都没有变化。这个不重要，因为它根本一直都是一样的数字。那这样这个资料就比较没什么意思了。我们原本计划要把 price 不同的 price 来当成的一个范例，可是这都是一样的数字，这就比较没意思。那我们确定一下这些是事实。好，所以我们这边一样依照它不同的 listing ID 去做 group by。我们想确定在这个表里头列的每一个 listing ID， 它在 calendar 上面的都没有任何变化，都是同一个数字。那这样它就没有曲线了嘛，然后它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不太需要用到的东西。好，那我们就试试看。那这时候我们就直接把每个 price 我们不算平均了，我们算它的标准差。标准差是0的时候，就表示它都是同样的东西。也可以用 n-unique 啦，在这边就是用标准差也是一个方式。那我们再看看这边有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它的标准差是大于0的如果完全没有的话，就代表这是很快的检查了。如果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检查，我觉得还是算个数会比较好。但是算个数有另外，因为它毕竟是浮点数，虽然我们这边的浮点数大致上是整数为主了，问题也不大。但是因为浮点数你去做比较，有的时候浮点数它几乎是相同的数值，但是它不是同一个，因为它差一点点所以用 STD 可能在数值计算上面更合理一点点。不过我们这边不算是一个很严格的去检查，因为我们等于是拿来做范例啦，所以我们直接用 STD 它的标准差来看。那我们发现标准差基本上全都是0，所以我们已经知道这个 price 不适合我们的范例，所以我们就换一个问题来问。我们想要用它的空房率或者是说因为想用它的满房率啦这边 available t 跟 f 明显的是 true 跟 false， 我们想要知道说true 应该看起来就是它有空房，然后 false 代表没空房。我们想知道哪一个房子它的利用率最高，也就是它都租出去了当然它 false 不见得是租出去，它也就是不想租而已啦但是我们就先看它的有点拗口，但是就是叫 not available 的 rate 有多少比例是 not。顺带一提就是还是可以先检查一下每天的日期，比如说每个 listing 它的日期是不是都是刚好就是13个月完整都在然后避免不要有任何意外也许它或者日期有没有重复的这些东西其实都需要检查，我们这边不一一去做，但是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检查，有一些我有检查过不过这边来说的话，我们还有一个需要检查的就是 T 跟 F。 我们今天当然看到上面很多 F， 下面很多 T， 但是不是这边真的就只有 FT， 会不会有空格，会不会有一些其实是F 或 T 以外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简单的去问说它的每一个东西这个 assert 来判断它每一个东西是不是都在，来判断这个栏位的历史里每一个值是不是在历史里，然后它出来会一堆 true false 然后我们用一个 O 代表确认说
它所有都是在这个 T 跟 A。那这 assertion 通过，代表说这件事情是对的，每一个数值要不然就是 T， 要不然就是 F。好，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做一点。但在做之前，我们顺便再看一件事情，就是也是另外一个方法来看它的 T 跟 F 是不是它所有的可能的情况。因为那你可以不用上面这个方法，你直接用 variable count 也行。好，但是 variable count 要稍微小心一点，因为有一些版本的 variable count 不见得我指的是这个啦，因为这个要稍微查一下。但是有不同的风味的 variable count 啊，就是不同的 library 不同的人其中有一种就是 NA 是不算的，有一些是要给一些 parameter 要给说 NA count 或不 count。但是有一些东西的确是 NA 是可以不算的，所以这个情况是要小心。如果它是 NA 是没有算的，那代表它中间我们不能假定说每个都是 T 跟 F， 它很可能有些 NA 不算出来，所以这边要稍微再小心它有可能的问题。但是这边我其实不记得了，大部分时候都会再确认一下就是了。好，我们已经知道每一个都是 T 或 F 了，所以呢，我们很简单的就等于 T 就可以把它转换成布林值。你可以看到现在它的 D-Hive 变成布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布林值了。我们这边只要判断它到底是不是跟 T 相等，只要是 T 的就是 true， 不等于 T 的就必然是 F， 那就必然是 false。下一页。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想要计算比例什么比例呢？就是日期的比例，有多少的日期它是不 available， 代表着我们现在心里想它是租出去的，就越多感觉越好。我用这个而不是用 available， 是因为可以再更加的说明其中的一些操作上的差异性，所以它有点拗口，变成 not available。那我们要对要怎么分组去统计呢？就是 group by 什么呢？当你了解 group by 之后，我可以直接跟 group by 跟 listing ID 但是这边的意思就是对于每一组 month 跟 listing ID 来说，我们来检查说它有多少个天是 available， 多少天是不 available， 我们要计算的是不 available 在那个所有天数有比例。所以这边很需要知道就是每个月天数是不是都一样的。要是它有一些资料不完整，它只一个月以后列出3天7天了，少则资料有点问题，多则不一定是少了，但就有时候资料会有你，有时候根本就是直接喷错误给0天，那个月份1天都没有之类的不过因为你是 group by 比较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但是就是这个地方都是最好能够先检查一下。好，不过这个意思就是 group by， 我们简单用它的术语来说，就是我们 group by missing ID 去计算 not available 的天数。下一页。好，那我们既然都已经讲到像是术语一样子了，那其实它可以很直接的翻译成 pandas 的写法。我们这边一样用 method training 就是把这些 method 串在一起方式。所以首先先 group by 依照 listing ID 跟 year month 去 group by， 然后看好，我们这边是第一种方式用 apply。apply 其实是稍微没办法这种办法也不是那么算是不好的东西啦，只是说如果我们有更优雅一点的方式可以避开 apply， 我们就不用，有时候会让它更快一点点。但是 apply 的好处是如果你东西不是太大也没有差那么多，它中间可以加入一个 Python 的任意的函数，它是比较容易做的。那你看到这边我们要算的是 not available 嘛，就是 x 等于 false 的，那我们最后算它平均，我们把这个丢进去算这个平均，那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东西了。然后最后再 reset index 让它比较好看一点点而已。而且取名它的东西取名，因为这个东西原本叫 available， 你算出来它的栏位其实名称会叫 available， 那我们把它改名成 not available ratio 会比较合理一点点，不然会搞乱。好，这边你可以发现它花了大概4秒钟左右的时间。下一页。那如果不用 apply 呢，它也不会很难因为我们要算的，首先我们要算的是 available 平均，这是我们要算的，但是我们要算的是1减到它因为如果全部都是 available， 那它就会是1，那1减掉它，那 available 就变成0了嘛所以我们用1减掉它就行了只不过这个括号稍微刮的比较巧妙一点，如果你要做 reset index 的话我觉得这 reset index 还是有需要因为那个名称有需要，但是所以你这括号要做比较合理一点点。但是因为反正我们这边有1减嘛，所以这个括号不完全是为了那个 method training 去使用的，而是因为这边本来就有个1减这个算式，而且1减不管你这边就算不 training， 我这后面要点东西我还是要括号，括号本身就是存在的，那 method training 可以顺便使用刚才的括号。这个东西就是只要一行就会，也是跟刚才一样一行，稍微难读一点点，但这个东西只要0点几秒就可以算出来，比刚才那个快很多。好，那这边是跑出来的结果，你看到的确得到我们要的东西了，可以看到68398它是依照每个月来统计一下，它依照不同的月份来统计它的不同的比例。我这边没有详细去看6月有几天以及2025年6月有几天，那可能是从6月中间去弄的啦，所以为什么也不见得一定是13个月，它可能是1年比较合理，只是说从6月中间切开的，所以这边都要更小心的去检查一下。不过你可以大致上看到我这边要表达的事情就是我依照不同的月份去做统计，然后把它列出来了。那这边也是一样，依照不同的月份我去统计出来它 not available 的比例。
这边是0到12哦，然后这边是0到12，就是13个东西。这边是这边拷贝错了，这边本来是要拷贝另外一个了，但是这边拷贝错了，所以本来是0到12， 2到应该说是13到25，然后26到那个后面的38。那你在跑 notebook 的时候会跑到正确的版本。下一页。好，那我们再来要介绍的是一个叫 pivot table。那 pivot 这个在 Excel 里头比较少见，刚才前面的大部分东西Excel 里头都有相对应的东西，比较没有可能就是 join 跟 pivot table。但是 pivot 的话有一个中文的名字叫枢纽，什么枢纽报表这一类的东西啊，在所有些人可能也看过。那它在做什么用呢？也就是说呢，我希望把刚才的表格做一个简单的整理，我希望它的每一个 row 代表的是每一个 listing ID， 那 column 依照它的月份去做排列，所以我可能会有13个 column， 那它的 index 可能就还蛮多，有好几千个。那这样我可以在一行就看到了这一个 listing ID 的所有状况。前面的话，一个 listing ID 它会列出好几个，你可能列出13个嘛，或者是更早之前365个。那可是刚才我们把它按月份排了，它还是有13个，所以每一个 list ID 其实有13个 row， 你需要存取13个 row 得到它的资讯。那现在的话，每一个 list ID 它的资讯就在一个 row 里头就出来了。当然问题就是它的 column 数量变得多很多，然后每一个 cell 里头的价格就是它刚才我们那个 not available， 所以这边的语法也很直接，你的 index 给的是 listing ID column， 然后最后里头的数值就是 not available， 然后用 pivot 去做它就可以了。这在什么时候特别有用呢？你在做一个机器学习的训练资料集或测试特别有用，因为你可能会希望把它做 shuffle， 把它 row 做 shuffle。刚才如果你同一个东西放在不同的 row， 你就无法很方便去做 shuffle， 你甚至没办法很方便的去存取里头内容，因为你要一次存取5个，或者这边来说是13个，一次存取13个，就挺麻烦的，你要算半天，然后也很难去做 shuffle。但这边就很容易了，这边的话，你每一个所有的 feature 就在同一个 row 里头，它会比较直接一点，你甚至可以丢给 scikit-learn， 或者是丢给 PyTorch 的 data pipeline， 你把它抓出来，丢给它 data pipeline 都可以直接丢过去，这就是最直接原生的把一个 array 当成资料集的样式了。如果刚才讲的你还没有那么清楚在说什么的情况之下，你可以用这个图来看，下面是它原来的样子，下面是它原来，当然我这边拷贝错了，应该是3个不同的，然后这边前2个不一样。原来的话可能就是0、1、2、3、4、5、6、7、8、9、10、11、12，然后13、14、15、16、17、18、19、20、21到25这样子，很多个，然后一直下去，每13个都是同一个 ID 的东西，有一大堆，像这样子ID 年月它的数值，现在第一个 ID 就是第一个 row， 然后每个月份的值都可以找得到。第二个 ID 比如说这边是271733就在第2个，第3个 ID 是289296就在第3个，然后每一个都知道，所以这个东西叫 pivot。你可以回过来拉回来，那它还有一些像是什么 mute 啊那些东西的，还有有好几个类似的那个计算可以在那个最前面的时候讲 Pandas 的官方网页里头的一些你可以看得到它都有很详尽的一些说明，还有一些图片的讲解说它怎么弄的这种东西当然它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还蛮强烈的工具，稍微有点不好理解，但当你要用的时候你就知道我需要它所以如果你之前已经有一些应用的情景，那我相信你可以很容易的知道它的用途，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你大概有个印象这类东西叫做 pivot， 叫 mute， 叫什么的，有资源这一类，你回去找一下，大概就可以找到类似的一些做法。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问 Copilot 或者其他 AI 的东西，他们应该会回答不错，要有个印象，你知道可以做到就行了，只要不要去慢慢的去跑回圈，做一些很慢的东西，我觉得你这边就已经有学到还不少那如果你很想理解这个概念，但是刚才就这样过去了，因为我们现在是影片所以你可以倒带回去前面看到你要的东西。下一页，我们把刚才的那个表格放大，这是我们要用来说每一个 ID 对到的这一堆资料那这个东西可以比较方便的去当成像是一个资料集的训练资料集的方式去使用，你可以做排序干什么的，那当你需要把它再拉回来你可以再把它回来干什么的。下一页不过刚才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 ID 不好读，我看不出来它是什么东西，我们只知道它是一个 ID 有跟没有是差不多了，所以我们还可以利用刚才已经拿到的资讯把它的 ID 换掉。那这边就示范了一下怎么去把它的 ID 换掉。我们这边你可以看到我们用 rename， 之前我们的 rename 是 rename column 的一些名称，但我们这边 rename 是 index， 那我们取用 listing 里头的把它的 ID 换成它的 name， 是它的做法，那我们就直接换成了可读性比较高的名称。那拿到这些资料之后，我们
可以针对其中一个做法，就我们没有真的要做机器学习，但是其中一个用法就是我们可以，因为它每一个 listening ID 只有一个 row 而已嘛，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帮它在那个 row 上面做平均，不然的话你还是可以做你用那些的就可以做了。但是我们现在就针对它的 row 去做平均，这是它其中一个还算方便的，没有太多的好处因为本来就可以用 group。不过我们这边的意思当然有点不一样，我们是因为每个月可能不太一样，我们是把所有月的平均算出来，再把所有的月一起再平均一次，然后我们找出这种以每个月来说平均下来它的空房率，或者是说应该说是不空房率最高的，我们把它列出来，你可以发现好几个它的不空房还挺高的，也就是它100%都已经都预约完成，或者是不 available， 甚至它可能只是列上去他不想住也有可能但这边100%的意思就是它已经没有空房了，我们把它稍微列出来，然后看看它到底是哪一些。那这时候更好看的是因为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它的名称，不像之前就是只有一些什么数字。然后当然这边我们还可以再看一下一些趋势不同的百分位都可以看一下。你有 Panda 这些都是你可以在很快的情况之下去回答探索的问题。下一页，那其中一个是百分位。那百分位的话，除了用 describe 之外，我们可以用 quantile 来看。好，那我们这边就直接用 group by 不用前面去计算的东西，直接 group by 来算。好，那 quantile 这边的话，它可以列出不同百分比的数字这是一个有用的函数，但是我们不是单纯要来介绍这个 method。我这边主要想要说明的是 data frame 除了刚才各式各样好用的一些 method 的函数功能之外，有一个还不错的用法是可以帮你有东西更容易看。比方说刚才的这些百分比列出来，它 0.0 几那东西不容易看，而且它的排版也不漂亮。那我们很快的把它转成 data frame， 刚才的那个数值的东西转成一个 data frame quantile 出来的东西 data frame， 这时候它就会变得好看多了。而且 data frame 你可以比较容易去设定说它中间显示的格式，你可以设定它显示的格式。就像我们前面提到 data frame 它有一个特色是你会很常用它来跟不同东西做转换，所以我们这边有 quantiles df， 特别叫它 df。之所以会这样叫，原因也是因为前面有一个已经有东西了，那我们也是 quantiles， 只是它是 df 嘛，所以就叫 quantiles df。那我们把它转成 data frame， 然后可以用更好的方式来显示它的内容，然后有排版，然后你甚至可以用 data runner 那个一些或者其他的一些 plugin 可以互动式来探索它。当然你一样也可以用图表来看它的趋势图，你这边来说特别适合，因为它是一个还算是蛮直线的一个图，你可以看出一些东西。依照百分位来看，它的空房看起来似乎就是蛮线性的一个。那我们刚刚看到很多100%了，是因为刚好头上这边靠近右边的时候它稍微有点平，但大体上的趋势除了头尾稍微平一点之外，它还是蛮接近对角线的。好，以上就是我们介绍 Pandas 的一些用法和功能，它还有很多功能可以值得探索，所以你可以先玩一玩，熟悉一下，针对你的用途来思考一下它能不能对你有所帮助。不过最低限度你可以拿我们课堂上的这一次的 Airbnb 的 notebook 来跑一下。好，那在最后我想要介绍的其实是 Pandas 之后的东西，也就是说也蛮久了，那现在也不同的版本也不断的在推进，做了很多变动，从原本的可能比较偏向 NumPy 的那种 backend， 到后面现在可能已经有很多像 PyArrow 这种的东西都整合得更好。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有各式各样更新的工具被开发出来，所以一样是 data frame 这个概念，有一些套件更新颖或者是更现代一点点，然后有一些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下一页，所以我这边列出了几个有代表性的，他们也是所谓 data frame 的一些使用的套件，但是呢，他们不是 Pandas， 所以有些 Pandas 的东西他们可能没有，比方说它的像刚才 data runner 它没办法好好支援，但是他们的用法上面就会让你感觉跟 Pandas 很像。第一个是 Desk， 是一个更大的一个资料，更大的一个套件，它的功能有非常多，主要是用来做平行处理，大量的有点像是大资料大平行处理这一块东西，但是它其中的一个面向是可以当成是一个大的 Pandas 来使用。右边有简单说明它的一些程式的写法，你可以看到这边 read Parquet、read CSV 很像，那 Pandas 的档案格式有很多， Parquet 是其中一个很流行的一个格式，在 Pandas 里头也是 pd.read Parquet 一模一样。那这边可以直接到 S3 去连，然后呢可以更快速的去做计算，但是你可以看到有一点点不一样，它这边都有个点考，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可能是更平行化的一个处理环境，所以你必须要很明确的告诉它什么时间点要来做计算。那你也看到这边有一些其他的，像是做平行化处理，更大的矩阵，有点像是更大的NumPy这种感觉了，还可以做机器学习。不过我们今天主要看它
Big Pandas 的部分。另外一个是 Polars， 这也是一个 Rust 写的类似 Pandas 的 Data Frame 的工具，它标榜的是更现代化，是一个有点像是可以取代 Pandas 的套件。那它的特性之一就是快速，而且呢它可以跟 Rust 整合，因为它是 Rust 写的。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它算是可以做 lazy 的 compute，也就是它可以先把它的流程先定义下来，先不要真的计算，然后依照这流程定完之后，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物件本身传给 Rust 或者是在 Python 也没关系，可以做一些 serialization， 然后可以储存，可以读取，然后可以 compile， 然后让它更快速的可以执行。这是简单的 Polars 的程式码。这是所谓的刚才说的 lazy 的一个操作。你可以看到这边跟前面有点不一样，它叫 scan CSV。Polars 也有 read CSV， 然后操作起来就会跟原本的 Pandas 很像。不过这边示范的是所谓的 lazy 的操作。那这边 scan CSV， 然后有档名，它并不是真的去读这个档，它只是告诉说我现在要有一些读进来之后，它应该是一个 lazy data frame， 然后它可以做 filter、group by 跟 aggregation。aggregation 就跟刚才的那个有点像了，但是它比较像是做总和做一些其他的。它也是 group by 之后要做的操作，是一个还蛮流行的一个蛮常见的一个流程。这边一样用 method training， 你可以看到这边定义出来是一个 query 的它叫 plan，query plan 一个计划。那当你要真的去执行这个计划的话，你后面要把这个 plan点 collect， 这个东西可以 serialize， 就是可以存档可以传递到其他的程式里，那还可以执行一模一样的 plan。稍微有点缺点就是你在探索方面会有点点不像是像刚才的不 lazy 的那个东西，比较eager的方式，像 Pandas 原本的方式那样子在探索，你可以先从第一步再探索第二步，从第二步的结果再看看第三步。就像我们刚才可能发现了其中一个问题，然后再做变动，那这个方式就会比较不适合那样子。但比方说好了，你可以用原本的 read CSV，Polars 你用 read CSV 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做完之后你已经确定你的流程了，你只要把前面改成 scan CS， 后面用 training 把它圈在一起，大多数的情况下就可以直接的使用。有一些地方不行，但大多数的情况之下，这样其实就已经可以变成一个实让去做，这是一个可以做的东西。而即使只用 read CSV， 又不要用这种所谓 lazy 的，它在很多情况之下它的速度已经比 Pandas 快非常多了。有的时候用 Pandas 会发现哇，这个问题好难做这个资料处理太慢了，但是改用 Polars 会发现它非常快，它的计算什么都会快很多，会是一个质的飞跃，可以用这样讲，就它是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了，因为量的改变变成质的飞跃，会有这种感觉在上面。是一个可以值得尝试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 data frame 的系统。不过你很熟悉 Pandas 的时候，中间会有一些地方是不习惯的，因为他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还是一样要很小心。目前的 AI 我不太确定，但前一阵子 AI 对 Polars 比较不熟， Pandas 超熟了，可能比较不熟，这也是要注意的一个地方。下一页最后一个要讲的是 IO， 它也是一个有很多人喜欢的一个套件。那它主要的卖点也是快速，针对更大量的 array 去做的，所以它针对的是更大量的数量级。因为 Pandas 的一个硬伤就是它的东西都在记忆体头，它有一些 chunk 可以做一些切分，但不是那么好用。它的真正的局限是在记忆体的大小，所以如果你的资料已经超过你的记忆大小，它就有点难用，可能要想一下其他的方式如果你不想改太多程式，那可能或现在这个 FixIO 可能是一个你可以试的一个方法，可以大致上保留。下一页这边列出了一些它的优点。第一个当然是 performance，Polars 跟 Fix 都是标榜速度很快只不过 Fix 可能标榜的是更大量的资料，那 Polars 比较像是 Pandas 的替代品，它因为是用 Rust 写，所以速度超快的它也有 lazy 跟 virtual column 这种可以更经济的以及让更有效率的操作变可能的一些方式所以它的记忆体很节俭很有效率的省记忆体它也标榜它的 visualization 还不错，这个我倒没有用过，也不晓得但是我看到它跟 Dash 就是我刚才说我很喜欢的，有一些它有一些文章是说这两个东西配合的不错。因为我这个没有在用它了， Dask Polars 我有用过，但这个我没有用过所以我也不太确定它到底好不好不过我知道还蛮多人会用到这个套件的它也有一些 friendly AI， 主要的也就是我觉得它的写法比较现代啦，然后你只要它的那个像是 type 或者是文件写得好，其实对现在 IDE 来说你用起来会更好一点点，然后特别是有形态
的状况。我就顺便提一下 Pandas 其实有一个麻烦的地方，就是它的形态是动态的，也就是它不同的 column 它的 D type 它比较偏向是动态的东西，你必须要在那个，因为它甚至它是从那个资料头读进来，比如说 CSV 和 Parquet 读进来的，程式码或者 IDE 不可能知道它的形态是什么，所以这是一直是它一个蛮根本性的问题，所以那个问题会让我们现代的一些程式比如说像是 AI 或什么的，或者是 IDE 的一些自动判断它的形态会有比较麻烦的地方。 Polars 因为它强调它的一些形态，那些在某些地方会让它更好一点点，特别是你已经有了 plan 之后，它会比较固定一点点，而且它的形态本身也更固定，不像刚才说跟 object 的那种差异性。所以他们在本质上像 Desk 它本身因为分散式的嘛，然后 Fex 跟 Polars 本身在操作上面本质上也不能完全相容，这是必然的。不过这些东西看起来都是更现代的一些，他们写作时间会更短一点点，所以它的写法相对起来和用法就会更现代一点点。最后我们再看一下一个简单的所谓的一个 performance 的评比，这边用到的是 DuckDB、Fex 跟 Polars， 大概也是另外一个我有用过的，但是它跟 Pandas 的差异性会比较大一点点，它比较像是 SQLite， 是一个 local 端的一个资料库。不过呢 DuckDB 可以读像是 Parquet 档，还有很多不同的格式 CSV 档，甚至很多不同的 Parquet 档，它可以一次读完变成一个像是 table 那样子的东西。它本身有自己的 DuckDB 的格式，它也可以去有一些 plugin 可能可以吃 Postgres 或者是 MySQL 之类的，它有一些我不太确定有多少，但它很多串接的一些桥梁，但是它本身是一个资料库啦，因为它叫 DB。 不过它转 data frame 不管是转 Polars 或者是转Pandas 都算是蛮方便的，因为它本身都有内建转成 Pandas。Polars 我印象好像有，但是我已经忘记了。它就是有一些至少可以转成 Pandas 的，还蛮算是它中间的转换蛮方便的，它速度也很快。那所以有的时候你先用 DuckDB 去读它的，比如说 Parquet 档，再转成 data frame， 有时候会比你的 Pandas 直接去读那 data frame， 直接去读 Parquet 档，然后得到 data frame 更快一点点。有的时候你在那边先做好 join table， 然后再拉成 data frame， 速度会更快一点点。那甚至 DuckDB 也可以直接 query 你在记忆体里头的 data frame， 所以它的整合程度算是还不错。我刚才讲的都是在 Python 里头，那它有支援有几种不同的语言，就像 Polars 也有支援一些不同的语言。那这边是他们记忆体的效率比较，那这边看起来 DuckDB 的效率是最好了，然后其次是橘色的是 Fex， 然后再来是 Polars， 看来这边有比较。所以我们前面大概介绍了 Pandas 的一些用法和它的一些特点，以及我对它的一些看法，然后中间的过程我希望我有强调到像是资料处理以及资料分析上有些需要小心的各种不同的陷阱，你必须要避开它或者去检查的地方。然后后面呢，我们则是说明了在以 Pandas 为基础当做学习的对象之后，当你要处理更大规模的资料，或者是有更希望然后更快的处理资料的话，有一些其他的套件，特别是 Polars 或 Desk、DuckDB、Fex 这一类东西。其他还有像是如果你用 Postgres 的，像这种 SQL 类的，也有非常多的，也是有非常好的一些工作流程，只要你熟悉它。但是它大部分的概念都还蛮像的，所以只要你熟悉了其中一块，你去用另外一些的工具也会更熟悉。所以是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大家能够更熟悉 Pandas 以及这些资料操作的方法。